老头刚想对女人用强，不料却看到了震惊的一幕：陶瓷艺术家竟光着屁股死在了桌子上，而且他的嘴唇和肛门都被胶水粘住了。随后警察立马赶到了现场，发现他四肢曾遭到捆绑，后背也被开水烫过，显然死前遭受了非人虐待。而更糟糕的是，这已经是第2起类似案件了。接着法医通过解剖，发现死者并未被性侵，所以没有获得体液证据，不过却在现场找到了3根外来卷毛，而受害者死因则是被勒死的。随后警方对2起案件进行了对比，发现除了作案手法一样外，两者的区别在于1号受害者被性侵了，而艺术家却没有。哪知就在这时，重案组的莫兰警探突然来访，并带来了一个更震撼的信息：凶犯还曾杀死过另3名受害者，其中2人遭受了性侵，而第3人则没有。不过肛门也被胶水封住了。The first victim was bound with her own belts. The second here with scarves. Third with rope he brought with him. Now he was attacking every 55 days. Now it's down to 19.Soon it'll be 10, then 7, until he's doing 2 a day. 所以案情非常警惕，警方必须在下一个受害者出现前抓住凶手。于是大家对5起案件进行了综合分析，可是5名受害者分属不同种族，遇害地点也不一样，很难看出之间有什么联系，也就找不出凶手犯案的规律。而就在警方苦思无果、焦头烂额之际，第6名受害者又出现了。然而这次犯案又有了不同，凶手竟然将受害人点燃了，并且还是活活烧死的。对此，警察分析这是凶手犯案手段的升级。因为大火可以销毁一切证据，而接连6起命案给了警方巨大压力。泰勒不眠不休分析着掌握的线索，试图找出嫌犯行凶的规律，不料还就这么被他找到了。他发现受害人虽然种族、社会地位和职业都不同，而且身体特征也相差巨大，但没有被性侵的女孩之间却有相似之处。第一个素颜照是金发，可被害时却是红头发、红眉毛。 She dyed her hair. The curtains don't match the rug. And he wouldn't have known that until he got her naked. Turns out Casey Chapman bought new boobs. There you go, he's a purist. If they're not natural, he's not going to rape them. And he glues them shut when he doesn't want them. 据此，莫兰推断凶手年龄应该在40岁以上。 The psychosexual type who set up puberty when cosmetic surgery was less common. 而这时通过家族 DNA 筛查，也找到了3个潜在对象，所以凶手可能是这3人的亲戚。于是警察紧接着就对这3人进行了走访。虽然他们认为没有义务配合警方，但在警察的威胁下，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所有亲人。然后警察又把这几个人的背景全部摸清，再挨个排除。可莫兰一眼就看出，在航空公司工作的马克嫌疑最大，随后就立马调取了案发现场的3D 扫描，果然发现旁边有一个行李箱，而6名死者中有3人是刚旅行回来的。这越看案件越与航空有关。这时图图又查到马克是负责送还遗失行李的送货员，就更有机会下手了。而事实果真如警察所料，马克就是借着送还行李的名义，很顺利就进入受害者房间。当他确认女孩孤身一人后，就立马原形毕露，冲上去就想强暴。不料这次他可栽了，因为这是警察专门为他设下的陷阱。就这样，马克当场就被逮捕了。同时也在他的车里搜出了作案工具和大量安全套，还有一张圈了名字的女乘客名单。这下可谓人赃俱获了。然而警察却高兴得太早了，想将马克定罪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根本不承认认识这些受害者。于是警察当即搜查了他家，可没想到马克家竟一尘不染，连张色情片都没有，但却发现了许多关于凶杀、尸检和法医学的书。马克应该就是从这些中学习的，同时也看出了墙上的壁画有问题，挂画的铁丝竟都是弯的，这可不像马克这么爱整洁的人能忍受的，所以这些画一定有猫腻。随后2人就翻开了背面，不料后面竟是变态捆绑杂志封面，看来这就是马克的灵感了。可当这些被拿到马克面前后，他的律师竟狡辩看这些并不违法。虽然3名受害者明显是模仿的这些，然而律师又称没证据证明他们有关联。哪知警察立马又提到了现场的3根卷毛，提取的 DNA 可和马克的正好相吻合。紧接着检察官就据此提起了指控，不料律师又辩称3根卷毛是马克送行李时上厕所掉落的，并不能证明什么。于是检察官又提出了找到的绳子、手套和胶水等作案工具，律师则称是修理行李箱用的，但检察官又立马追问安全套的作用。哪知律师还是有理由，竟狡辩只能证明马克性生活活跃而已。这整的检察官一时也词穷了，却不料律师还有大招，竟提供了艺术家死亡时马克的不在场证明，声称当时马克正和母亲在一起，并且还有5、6名牌友可作为独立证人，所以马克是无罪的。而法官审查完不在场证据后，当即驳回了检察官的指控，马克获得了完胜。对于这个结果，警察当然很是不甘心，当即就来找了马克母亲。没想到老太太十分清楚儿子是什么德行，声称那天马克主动要来找我时，我就预感到没好事，于是特意叫来了几个牌友陪着一起。可马克就是待着也没干其他的，并且整整待了1天也没离开。反正这么看来，马克是真的不在现场。2人很是郁闷，一时不知如何再查下去了。而就在这时，莫兰突然想起，艺术家的死亡时间是法医根据尸体腐烂程度计算的，说不定他搞错了。于是2人抱着一丝希望又来找了法医，猜想是马克让尸体加快了腐烂。然而他们提出的几种方式都被法医否定，因为现场条件不允许。
不过这时泰勒突然灵光一闪，艺术家不是做陶瓷的吗？他家正好有个烧窑的电炉，尸体放进去加热就可加速腐烂。这个猜想很有可能，可是大队长也提出了疑问，电窑上没有指纹，无法证明马克碰过它。不过这时电力公司来了消息，案发当天这里用电量多了1倍，说明尸体确实被加热了，实际死亡时间要推后，而马克的不在场证明也就失效了，警察也就可以再次抓人了。随后几人就连忙赶到了航空公司，不料马克已经去归还行李了。接着警察一边要所有女性旅客的名单，一边让给他打电话，但马克却不接。莫兰立马意识到他正在犯案，马克自以为赢了，肯定想庆祝一下，所以俩人必须赶紧去救人。至于受害者到底是哪个，诺兰发现只找红头发的就行了，因为马克是按照杂志封面的顺序杀人的。随后泰勒就将旅客名字报回所里，那边则查他们的发色，不是就换下一个。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红发旅客。当俩人赶到后，果然马克正在犯案，即使被逮个正着，他也不停手，最后当然是被制服了。女人也侥幸保住了一命，这次可是真正的人赃俱获，什么律师也辩护不了了。马克就等着坐牢吧。